比特币和以太坊昨天怎么暴跌了？美国会把比特币作为战略储备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在比特币的一轮回调之后呢，我们之前的这2张多单啊，有非常非常大的未结盈亏、未结利润的缩水啊。如果扣除资金费率的话，我们现在不过也就是个$70,000哦，$6-7万，不到$70,000的未结利润而已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在面临回调、在面临风险的时候，以太坊的回落幅度呢，往往是会比较大的哦。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2张仓位呢，我们的仓位价值啊，比特币它是远大于以太坊的哦。比特币的仓位价值是来到32万哦，那以太坊是只有12万左右哦，所以我们的比特币哦，仓位是比较大的哦，因为可以在下跌回调的时候呢，来规避一些风险啊。那当然呢，以太坊它比较高的风险呢，换得的其实就是比较高的回报率。我们来观察一下哦，其实昨天呢，我们出现了历史上有史以来最大的 ETF 流出哦。我们通过 ETF 啊，并且 ETF 上市交易呢，已经将近1年了，剩下20天就1年了。那我们在昨天呢，是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流出。昨天啊，我们总共流出了$671,000,000的 ETF 资金流出去啊。那我们现在比特币一枚大概是$100,000啊，等于我们昨天一天就流出了6700多颗的比特币哦，这是非常非常夸张的。那这也是我们在过去呢从来没有看到的。我们可以观察，我们比特币的现货 ETF 呢，在昨天很明确哦，它就是我们有史以来流出最多的一天。这张图表它可以显示我们从 ETF 上市以来啊，到现在每一天流入流出的情况啊。那我们昨天流出6亿多呢，这个绝对是史上最多的哦。我们之前流出到5亿多啊，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哦，甚至我们流出4亿的只有一天啊，流出5亿的只有一天啊。那我们昨天是流出了6亿啊。通常我们流出都是比较温和的流出哦，好比说可能就是1亿多啊，了不起到2亿啊，就是这样的流出哦。那我们昨天一天就流出了6亿啊，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非常非常可怕的哦。不过我们的这轮多头的上涨啊，这一波段的上涨，它会不会因为昨天的流出，我们的行情就宣告终结呢？我们可以观察啊，其实我们在这一段上涨的过程呢，我们也是有几次的这种流出啊，像比如说我们在11月初还有我们在11月中、11月底呢，我们都分别有流出了2-3天哦。只要我们这一波流出呢，我们可以在2-3天，我们就把它给结束掉，又恢复到正流入，那我们这一波多头呢，就有继续延续下去的机会。那如果说我们的流出已经变成常态，而且我们稳定的流入呢，都已经不复存在的话，那我认为我们这一波上涨呢，就凶多吉少啊。我们直接来看一下盘面吧。如果我们从盘面上来看啊，我们有谈到我个人认为这一波多头的波段呢，它是还没有结束的，因为我们当前呢，我们的级别其实还并不对等啊。我们之前呢所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震荡吸筹的过程啊，我们才能有这种周线的上涨。那我们现在呢，其实又走出一个周线的吸筹过程啊。我们这波上涨，我认为是肯定没有结束啊，因为我们在前面啊，你可以看到我们周线级别的趋势啊，它是这种级别的那我们目前所走的这波多头呢，它的级别呢，我相信是还不对等的是还不对等的。那我们从上涨的过程呢，它的中间其实有一个小小的震荡插针的位置那我们目前呢，我认为是没有深度插针的必要当然插了是可以的，但是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们目前比特币的期货市场呢，衍生品市场看多情绪是还没有那么浓烈的。那我们在没有那么浓烈的情绪下，我们如果进行了这种很深的插针那很有可能就会扰乱原本的节奏。因为我们目前其实这些仓位没有那么多，那即使你插针下来的话，你所收割到的这些资金其实也是有限的你所抵消的阻力也是有限的那我认为这个时候不一定要进行插针好，我们再把级别呢，我们再切小一点点来看。如果说到日线的话呢，我相信就很明确了我们在昨天有谈到，如果说我们在回调的过程呢，我们把我们下方的趋势线形态的边界把它给跌破的话，那
我们这一波回调呢就很有可能会扩大啊。不过如果我们就在这个趋势线上获得支撑呢，我们下跌了10%，其实10个百分点的回调在比特币上面呢还是很常见的10个百分点它是没有破坏这个盘面的，它也没有破坏我们原本上涨之后调整的这个走势，那就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但如果说呢，我们把这个通道的下边界给下破了，那真的就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风险那当然我认为我们目前这个形态的底线就是在最底部这个位置大概在85000。如果说我们连85000都可以被跌破的话，那我们原本呢上涨之后调整的走势就会被宣告终结那我们就要来重新审视一下盘面好，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Bybit链接，现在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你只要有盈利你都是可以直接提币走的。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共襄盛举，我们在12月29号台北万豪的免费讲座报名表单，现场呢我会分享一些我们在加密货币在这轮牛市应该要注意的很多重点那这些关键呢，我们都是不会在公开的场合去说的，以后也不会说那我们之前呢也是没有说过的所以很欢迎大家可以来共襄盛举那我们当天呢，你只要把你的车停进饭店的地下室你只要停得进去，我们都可以帮你消磁免费而且停一整天都没有问题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饭店提供的点心还有我们会赠送一些周边。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共襄盛举因为我们最近是花了很多的心力在上面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吧。以太坊在昨天是蛮惨的如果我们从最高到最低呢，其实有一个20个百分点的下跌这种跌幅其实已经不少了那当然以太坊的波动性其实又更大而且以太坊其实在牛市的时候它时常可以出现这种30-40% 的跌幅如果你是币圈你加入不久，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怎么暴跌但其实这样的跌幅呢其实还好常常出现。如果级别小一点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行情规范在我们这段的上涨其实我们到了后面这里有一点点衰竭的这种迹象它回调其实是好的，是健康的只不过呢我们不可以把我们原本的这波趋势给跌没了我们现在只是在382而已，这里还好那到 0.5 的话也还 OK 只不过618这里3000我认为就真的是底线如果说我们连3000都跌破的话，那就是非常不妙当然我认为3000要跌破的几率其实很低像我们前面呢，我们也是经历了一小段时间的筹码堆积才重新站稳回3000的。如果说3000这么容易又被跌破的话那真的就对以太坊来说很丑了。我们在4000受到阻力受到回调不容易突破等等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4000本来就是我们这轮牛市对于以太坊来说最重要的阻力这里一旦被突破的话，我们就会开始进行很疯狂的加速，所以在这里我们受阻然后有回调，其实很正常那对于你还要在累积现货的朋友呢，其实回调就会是你不错的时机点尤其以太坊对于比特币的汇率呢，在我们这波下跌也有一定程度的回落。很简单因为我们在回调的过程以太坊的风险还有下跌的幅度呢，都会是比较大的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在持续的花一段时间把比特币换成以太坊，或者是我们抄底以太坊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呢，都会是比较划算的选择。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在昨天很重要的一则消息像昨天鲍威尔在会议上面记者会上面就有谈到美联储是没办法持有比特币的，根据法律规定没办法持有比特币那美联储也没办法去修改法律，除非有国会修改法律同意美联储来持有比特币否则呢美联储是不会持有比特币的那这为什么这么关键呢？因为最近川普不断有提到他想把比特币作为美国的战略储备。我们都知道目前全世界的国家经济体当中有发行货币最主要都是以黄金作为储备的。那美联储为什么关键就是因为它在美国就是负责保管这些美国储备的黄金美国储备的黄金呢已经高达8000多公吨非常夸张那如果说美联储它连黄金都不可以持有的话，那美国就不会把黄金
就不会把比特币去作为储备除非我们做修法。那可见其实在昨天的记者会上是第一次有很明确的提到比特币的那鲍威尔也对比特币也做了回答比特币要作为美国的战略储备是可能的，绝对有可能但我们会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修法，然后讨论等等或许我们在修法讨论的过程呢随便一下就是又好几年过去了我认为我们在这轮牛市就直接看到比特币作为美国的战略储备呢，这个几率是比较低的好，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另外一个数据其实比特币最后呢会不会成为美国的战略储备那就要看这符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说比特币作为美国的战略储备是符合美国的利益，那么美国就一定会加速它进行不过这很有可能呢是抵触美国的核心利益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的霸权呢的核心其实就是美元霸权这是美国最核心最重要的利益你也可以发现呢，如果我们观察全世界的储备基本上美元的储备呢的占比都要来到60个百分点以上大多数的储备都是美元还有部分的欧元，然后像英镑日元等等其实就非常少了，所以最主要还是以美国的货币作为储备。那当全世界各地都以美国的货币作为储备，那美元呢美国又可以进行控制又可以让它扩表缩表然后加息降息等等的那美国就可以控制全世界的经济。即使你持有再多的美元美国只要一印钞票，你手中美元的价值其实就缩水了所以美国如果把储备变成比特币，那全世界都开始储备比特币的话，美元的重要性呢其实就降低了所以目前呢比特币作为美国的战略储备肯定是还需要经过很多讨论的它绝对并不是短时间就可以完成的那我们还可以再观察一下其他的数据，比如这个数据我们来观察一下以太坊吧。像大家在做买入或买出的时候呢，如果你是比较有情绪性的，你是比较急的，我相信大家就会用 taker 那如果说你是比较温和的比较理性的，那你很有可能就是做 maker 也就是在盘口上面呢做限价单那如果你做的是 maker 的话呢，你也不会有滑价的问题如果你是 taker 的话，你很有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滑价，那就会让你增加无形的成本而且 taker 的话呢，其实盘口的深度它也不一定都是可以完全 cover 的。那 taker 的手续费呢也是比较贵的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目前在市场上面大家使用 taker 来做什么操作，我们其实就可以知道市场的情绪了像我们以太坊呢，在上一轮牛市如日中天的时候疯狂暴涨的时候，当时呢，我们 taker 这些 taker 买入的量呢就非常多你可以观察到那我们进入了熊市过后呢，我们 taker 卖出的量呢就非常多那其实以目前牛市的进程以太坊它只在3000出头，还有以太坊呢，它被大量的这些交易用户呢用主动卖出的方式，然后来进行这个 taker 的卖出我认为这个是蛮不可思议的他们很有可能会认为以太坊走的比较弱势，就拿去换成了比特币，或者甚至直接换成现金出来了那我认为像这种时候呢，以太坊在被低估的时候其实才会是我们入场捡钱，我们真正可以产生出很不错收益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好了这组数据我认为目前的上涨呢，也就是从我们5-6万开始的这一波上涨，它是还没有结束的。我们可以观察当我们在上涨的过程呢，初期的时候它都是比特币会涨得比较多，那么大型市值的币种呢，它的涨幅会逊色于比特币。中小型市值的币种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它的涨幅其实就是很小的那到了我们波段上涨的阶段性顶部的时候呢，我们这些中小型市值的币种它就会上涨得很厉害了。那也就表示市场的投机情绪就很浓烈了。那比特币的上涨幅度呢，也会比山寨币甚至是一些小市值的山寨币要来得更小。那这个时候就很值得我们做警惕
当时我们在7.4万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出现这个状况啊。不过我们在这一波的上涨过程当中呢，比特币还是处于主导地位的。比特币的上涨幅度呢非常不错哦，它是上涨幅度最多的。那大型市值的币种也有所上涨啊，但是是远不如比特币的。那中小型市值的币种呢有上涨，但就一点点啊。那只要这个态势呢进行反转的时候啊，我就认为我们会比较危险啊。不过我目前是还没有看到啊，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一波趋势呢，它都还有得走啊，都还有距离啊。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